眼前这辆出了一点小事故的捷豹跑车，是康纳花了5000多美刀买到的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车子的内部全被烧坏了，甚至就连方向盘也没有留下，前面机舱里的零件也散落出来，整体情况非常糟糕。但此刻康纳的内心还有一丝的安慰，因为发动机的外观看起来似乎很完整，说不定还能继续使用。当他来到车子的另一侧时，结果看到了更不可思议的一幕，那就是这一面竟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，车身套件成色很好，这就让我有点好奇，这辆捷豹究竟遭受了一场什么事故？车身竟然没有什么问题，里面却全是烧焦的痕迹。其实最开始康纳了解到这辆车是在一个很小的拍卖网站上，卖家当时也标记得很清楚，将所有的细节图都上传了上去，然后计划在5分钟之后开拍。康纳表示非常的心动，于是提前就在电脑前蹲守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显示屏的上的数字也在不断的增加，康纳的心里也变得越来越慌。万一这辆破车最后被抬到很高的价格，那么自己一定会亏本。要是竞拍者里面掺杂一个车主的托，结果就会更加糟糕。眼看着数字越来越大，最后的价格慢慢涨到了5000美刀。康纳下定决心要再出一次价格，结果就在倒计时的最后一刻，突然又有人加价。好在这些竞拍者比较谨慎，最后价格也停留在了5300美刀。这样一来，车子就被康纳顺利的拿到手了。最后结算的时候加上手续费，价格是大约6000美刀。康纳表现得很高兴，认为自己是打了一场胜仗。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值得，6000美刀换算一下的话，在咱们这边是4万多块，有这个钱就完全能买一辆新车了。不过很显然，康纳并不在意这些，他赶紧开着拖车去停车场取车。接下来的画面就是我们在开头看到的内容。在把车子拉回工作室之前，康纳要先将上面的零件全都拆下来，为后续的翻新做准备。不过这辆车上可以回收利用的零件并不太多，康纳先从前端下手，将前面机盖拆了下来。这时里面的情况就完全暴露了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发动机还是很完整的，而且配套的零件也都齐全。为了避免对车子造成2次损伤，康纳在作业的过程中很小心。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忙活，前端的冷却系统被整套拆下。本来康纳打算一次性拆完，然后再带回去的，但是现在天色已晚，他只好暂时先返回工作室。结果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车库里竟然还停着一辆同款捷豹，而且康纳还一脸坏笑地看着镜头。原来这辆车才是此次翻新的主角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车子的问题并不太严重，问题似乎只出在前端，前面没有完整的保险杠，散热系统也都缺失了。这也许就是刚才康纳拆那辆车的原因。不得不说，他还是挺有先见之明的。现在这些零件被完整的摆放在地上，这时有些人可能就会好奇，为什么康纳不选择去买新的零件，而是直接买一辆报废车呢？其实只要把数据拿出来一对比，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光是这辆车的一套大灯就需要将近1500美刀，然后是一个全新的前保险杠，价格是2700美刀，只是这两个加起来都4000美刀了，更别说后续的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全部算上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所以康纳才想出了这个办法。不得不说他还是挺聪明的，虽然用的都是2手零件，但功能方面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样一来既省了钱，还达到了预期效果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现在收集了一部分零件之后，康纳就要开始修复了。他先将两边的侧板拆下，接着把车子转移到了起落架上，这样的话就有了足够的作业空间，后续忙起来不用太麻烦。不过康纳对此并不满足，他又在车子底下塞了2个千斤顶，进一步架高车子。估摸着高度合适之后，他就来到了这辆车的前端。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里的导轨是不完整的，只有一半的长度。不过好在更深入的地方没有问题，而且断口处也比较整齐，并没有什么金属撕裂痕迹，只是形状上有点扭曲，修复起来也很容易。只见康纳将一根特制工具固定在中间，接着连接上旁边的铁链，然后将导轨两侧的线路都收纳好，最后用自己手里的火焰喷枪不停地对表面进行加热，随后按下手中的按钮，让铁链慢慢的收缩，同时不停地用小锤子调整角度。经过2个小时的忙活，这部分总算是处理完成。目前看起来修复的还算不错，虽然没有新出厂的那么标准，但看起来也完全够用。接着康纳将另一半放上去比对，发现还是不太合适，依旧是不能完全的塞进去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又找来一个电动支撑工具，把它塞进中间的孔位里，边加压边用喷枪加热，不停地对表面进行调整，直到侧板完全笔直，接口处刚好能装下那个衔接块。这样一番操作下来，一侧的导轨就修复完成了，成色就和新的一样，看不出任何问题。当上面2个导轨被修复完成后，康纳拿着尺子进行测量检查，发现没什么问题之后，他就将剩余的支架全部安装上去，这辆捷豹的前端骨架就搭建起来了。同时为了方便后续的操作，康纳把底座的支架都取了出来，降低了车身高度，然后就把车子开回了车库。接下来修复的重点是前端的散热系统和车身套件的划痕，他要先拆掉前面的保险杠，才能进行后续的作业。要我说，康纳简直就是吃饱了撑的，车子本来就没有修复好，他还把车身套件都装了上去，现在还得再拆下来，属于是画蛇添足了。不过好在这也只是要多花费一点时间而已，并没有什么难度。接下来就可以安装散热系统了。这时康纳突然感觉很庆幸，自己的运气真不错，刚好能找到一辆相同型号的报废车，而且车上的零件正好是自己所需要的。等这次翻新结束之后，还可以把那辆捷豹的发动机卖掉。
这样就可以降低一部分成本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车子前端总算是初具规模，不过并不是完整的。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前面2个角依旧空空如也。这个位置装的是空气滤清器，虽然价格并不贵，但是作用却非常重要。它由纸质滤网组成，能有效地过滤空气中的灰尘杂质，使进入燃烧室的空气纯净度大大增高，有效保证了燃油充分燃烧。一旦这2个小玩意儿发生故障，不仅会降低燃油的燃烧效率，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，而且还会污染节气门体，导致怠速不稳、发动机抖动等异常情况。大家可以多检查自己的爱车，看看滤清器有没有老化等情况。一般建议就是1.5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了。现在车子的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，康纳去买了3桶冷却液回来，要将它们加入到冷却系统，然后测试车子能否正常使用。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康纳进入车内并将其发动，结果还是挺顺利的，车子一次就打着火了，声浪听起来也非常震撼。他把车子开到了别人的工作室，借助人家的测工机对这辆捷豹进行调教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辆车的整体状况还不错，大部分零件的状态都是绿色，不过情况也不像康纳想象的那么乐观。车子的2个前轮偏差有点多，这算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。如果不加以纠正的话，那么车子在行驶时车轮会有规律的跳动，反映在车内就是方向盘会抖动。当然，要是方向盘发生抖动的话，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。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先去检查一下车轮，大概率都能解决问题。要是你并没有在意的话，那么长时间行驶会影响轴承寿命，造成轴承劳损，到时候可就不是纠正轮胎这么轻松就能解决的。经过工作人员的一番忙活之后，这辆车最终也是恢复了正常。在把它开回去之前，康纳觉得车子的外观太脏了，于是就想着借用一下工作室的水，把自己的车洗干净。这小子真是有点抠门了，这么点水还得占便宜。好在人家老板也不计较。等清洗结束之后，康纳回到了工作室，要对车子的车身套件做收尾处理，将有划痕的地方全部打磨喷漆。不过这时他又有了新的发现，那就是在保险杠的侧面有一个被切开的豁口，据说是当时车子着火的时候，人们为了快速将引擎舱里的电池拿出来，只能采用切割的办法。而康纳现在得想办法将这个缺口补上，其实方法也挺简单的，他先把上面的油漆都打磨掉，然后找出了几片玻璃纤维，将其塞进中间的缝隙里，一层玻璃纤维一层树枝交替操作，等到表面完全风干之后，再把后面的胶带撕下来。这么做虽然可以让表面恢复正常，但它的内部依旧是空心的。还好这辆车并不太贵，对细节的要求并不算高。等到表面彻底平整之后，康纳给这部分刮上了腻子，同时还检查了保险杠的其他地方，将所有产生划痕的部位全部进行了打磨。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喷漆车间了。只见工作人员先对表面进行清理，然后喷上了一层清漆打底，最后再给表面来一层暗紫色，为后面的蓝色做准备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磨砂质感看起来比原车好太多了。要是将全车变成这个风格，那么售价肯定不会低。不过康纳只想着将车子完全复原，并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想法。经过一番操作下来，所有的喷漆工作就都完成了，看起来和新的没什么区别。而下面也到了最后的一步，那就是把这些零件全部都装上去。他先从2侧的大灯下手，这车灯就相当于人的眼睛，一套好看的大灯能很大程度的提升车子的颜值。同时为了避免在安装前保险杠时将车灯表面划伤，康纳细心的用贴纸覆盖边缘。经过半个小时的作业，这辆捷豹总算是完成了。现在它除了有点脏之外，看起来和新车没什么区别。车身套件的缝隙也是等宽的，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。而它身上散发的英伦气息也深深地吸引着康纳。